早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早安。今天我会介绍一把可以说是在发行时就震撼了全球的键圈，而且在各个键盘的内容创作者上都被狂推猛推的键盘，同时价格依然也是贵到哭的盘。它就是我们的 Envoy。首先，因为我算是比较晚才买到 Envoy 的，所以我可以偷鸡先让你们看看其他创作者对它的评价。这位是 Alex Sotos， 在键圈里算是挺知名的大佬。而在键圈里有个不知名的潜规则，基本上 Alex Sotos 眉毛举得有多高，这把键盘就有多顶。然后你看看他的眉毛，这把键盘有多顶也就不用多说了，根本顶烂。现在我们知道其他创作者对 Envoy 的反应了，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很顶呢？大致上大家一致认同的就是它的 CP 值，因为它的做工和质感都已经是万元级别的了，而且手感和声音都顶到不行。而最常被与 Envoy 拿来比较的另一位，更是圈内的另一位霸主——独角兽。你看看独角兽这个比尊爵不凡还要更尊爵不凡的价格，真的是有够盘。更何况这是官方价格，现在二手价格都不知道卷到哪里去了。相比之下 ，Envoy 的6000块真的就划算了许多，而且有在持续供货，不会有买不到的问题。总结来说 ，Envoy 就是个五边形战士，又实惠，又好听，又好摸，又好看，重点是它又买得到，顶烂！在开始之前，不要忘记我们是有 DC 群和 QQ 群的，也不要忘记帮我点个喜欢，还有订阅，拯救一下这个频道可悲的流量，爱你们！首先，我们先从外包装说起，这个是 Envoy 的外壳，因为 Envoy 走的是实惠路线，再次强调一下，所以它采用的包装是键盘包，而不是像其他比较奢华的礼盒，甚至是军火箱之类的。我觉得相比之下，键盘包我会更喜欢一些。键盘包可以在外出使用到，虽然把好几公斤带着到处跑的人应该都是神经病，想象下把钢片装在盒子里面到处跑，大概就是那种感觉。但它还是比盒子实用，所以点赞。然后我拿到的版本是用一种有点粗糙的不知道什么纤维编织而成的，我觉得是挺不好摸的。上一版的版本看起来比较好摸，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。接下来我们来实际开箱 Envoy。Envoy 在打开包装后，就会看到包着键盘本体的塑胶纤维袋。这个材质摸起来是有点粗糙的，我在拿键盘的时候都有点怕怕的，真的怕一不小心就把键盘给摩擦出痕迹，我一定会哭出来。在外壳的部分，我选择的上色工艺是阳极黑。键圈玩家们对阳极大致有分个等级，越细腻的越高级，相对的越粗糙就是越高 CP 值的键盘。而 Envoy 摸起来就像是丝袜的质感一样，又细又滑，在键圈里绝对是 T0 级别的。而你一定也注意到了 ，Envoy 并没有采用了席卷了整个键圈的天地盖结构，也就是透过上下盖组合出来的凹槽来达到限制内杆不会位移的效果，而是采用了历史悠久的船壳结构，也就是将内胆透过各种方式塞进这个凹槽里，让它变成一把键盘。因为这样看起来就像是船一样，所以大家都叫它船壳。这个结构可以达到几个好处，其中一个就是外表基本上是看不到任何螺丝的，这个我必须给它一个大大的赞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样做可以让需要加工的零件变少，进而让键盘的价格可以压得更低。又或者再说得更直接一点 ，Envoy 的价格会那么实惠，有7、8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船壳结构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可以在手感和声音上带来更多好处，这个我们等等就会提到。总之 ，Envoy 会那么顶，我想有很大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它的船壳结构。然后在本体底下的是配重还有装饰条，这个有改善声音的用途，但基本上是装饰用的。我们等等组装时再来介绍它。接下来我们将这个隔板给翻下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 Envoy 的其他零件。可以看到 Envoy 在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那就是在4个格之中，它们只有放了3格，这个让 Envoy 产生了一种不对称的美感。不得不说，厂商真的是太细节了。那么我们将这些零件拿出来看看，首先这个是螺丝，没什么好讲的，跳过。接着这个是一个不知名的软棉物质，它是 Envoy 这把键盘之所以能成名最重要的零件。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需要这个东西。现在客制化键盘为了让声音变得更扎实脆响，大多在外壳会采用金属材质，但这会让内胆和外壳的接触变得太硬，导致不太理想的手感和声音。如果你不太理解的话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今天不小心敲到一块补贴板，那么补贴板就会吵到靠背，而放到键盘就会变成敲击的震动传到外壳这个厚铁板上，震动然后发出不太理想的声音，这个就是传统船口的痛点。所以现在键盘的结构还是比较常用软棉物质将内胆包裹住，再夹进天地盖结构中的空隙，也就是现在主流的 gas key 结构。但通常采用 gas key 结构就会导致加工成本大幅上升，让键盘的整体变得不是那么划算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，Envoy 选择换了条路走。既然用天地盖会导致成本太高，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在底壳上塞一些 gas key 呢？这个就是 Envoy 在传统船壳上做出的改动。没错 ，gas key， 它加了 gas key。而为了让玩家在手感上有更多选择 ，Envoy 有2种硬度的 gas key 可以选择，
一种是比较软的草状薄荷绿，另一种是比较硬的实心黑。我喜欢硬一点的手感，所以我选的是实心黑。最后这个东西是纸板，因为刚刚提到 Gas Key 是一种软绵物质，这样如果是正常的 PCB 的话，在按压时就会有个垂直的位移，导致 USB 口上下浮动。但如果直接暴力处理这种情况的话，就必须开一个很大的洞给 USB 口，所以索性就把连接在模板上的 USB 口给单独分离开来，叫做纸板。这样就能在本体上下浮动的同时 ，USB 口保持不动，是现在客制化键盘的标配。最后是上面的一些板子零件，这个是 PCB。Invoy 的 PCB 是个现在主流背道而行的 1.2nm 无开槽 PCB， 相对于目前的开槽大学来说，我反而更喜欢这样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是定位板，因为轴体直接插在 PCB 上会动到西歪，可能还会有掉落的问题，所以这时候就需要用上定位板来将轴体固定在 PCB 上。而因为不同的定位板样式和材质都会带来不同的手感与声音，所以现在健全的定位板也是挺五花八门的。Invoy 有提供碳纤维、PON 铝定位板、FR4 还有铜这些主流的选择，而且一样都是无开槽的。我选择搭配的定位板是 PON 跟铝定，一种用来煮比较闷的组合，另一种就是用来震到起飞。这次我们是用铝定来煮，我想这把键盘煮完后一定会吹到不行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组装。在开始前，先来说一下，在轴体和卫星轴的选择上，我这次用的是风信子2代和 QNK 卫星轴。风信子是为了有脆脆的声音，而卫星轴则只是单纯我没有用过它，好奇，所以想要试试看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之后的影片有机会我们再来详细介绍它们。我组装键盘会大致分为几个流程，第一个是开箱确认东西都有没有完整，这个我们刚刚已经做完了。接着是开始备料，准备轴体和调卫星轴调到 K 效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步骤。之后就是把所有东西打来，把它们搞在一起，这样我们就组完键盘了。那么接下来是润轴环节，我们拿出我们的风信子，然后把它们大卸8块，这样子就得到了风信子的上下盖和弹簧，还有轴心。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想让它有脆脆的手感，还有声音，所以我这次决定使用 PS2 这个比较丝滑的油脂和薄润的润滑方式。接着是润滑弹簧，因为我喜欢重一点的手感，也为了保持这把键盘顶破天的概念，所以我在这里换成了63.5克的双段弹簧，主打的一个就是顶到你手指烂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在这里想要加一点点205来解决105粘性不够的问题，不过我这里太专注在顾相机了，一不小心就加了一大坨。后来没多出来的205就沾到了轴心柱，整批轴体手感都粘到靠背，后来就只好把油给洗掉。现在在我们学校的实验室，拿实验室的东西来做物理实验，研究超音波对于脂类破坏的影响。好，那我们超音波机启动，结果油还没有洗干净，我没注意到，就直接再润了一层，相当于直接用了2倍的油量，洗完之后比不洗还糟，家人们谁懂啊？润轴润到心态都没了，我哭死。然后卫星轴的话，这个有多折磨我就不多说了。你看看这个是我调卫星轴之前的光，这个是我调完卫星轴之后的光，他妈的折磨。不过这其实不是卫星轴的问题 ，QNK 我认为调起来是很简单的，随便调出来的结果都还不错。那为什么会调那么久呢？给你们看看 QNK 的结构。从外表来看 ，QNK 的甲轴跟外壳是卡在一起的，也就是需要把它夹起来，然后这样子润。所以我就拿小毛刷这样嘟了它1个多小时，然后再用填充纸再嘟了它1个小时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在润最后一个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妈你竟然是可以拆开来的！我心态又崩了一次，这个键盘搞得好像在打圣界赛一样。看在这个折磨的份上，给个喜欢不过分吧。总之到这里，我们将主键盘的料都备好了，终于可以来开新的主键盘。那么我们快速的把轴体装进定位板，接下来我们安装纸板和气盖的软绵物体后，最后就来到了我们一开始跳过的配重和装饰条。配重的用途是用来加重整把键盘，干着好像干话。简单的说，我们再次把键盘想象成一块薄铁板，如果我们敲它的话，它就会靠背朝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让铁板变厚一点，让这块铁板闭嘴呢？虽然言语似乎不太一样，但这个就是配重的用途。透过增加外壳的质量，让它更难产生震动，进而发出噪音。总之，让我们来看看 Invoy 的配重，它看起来颗粒感挺重的，而且摸起来有点阻尼感，有点像打蜡过的钣金的感觉。依照健全的阳极标准来看，似乎不是那么顶尖，还是或许它不是阳极工艺？我不知道，请大佬来留言区里找我抬杠。那么最后我们将剩下的零件给组装在一起，在排除润轴和卫星轴的折磨后，我们终于将这把心态破坏者给组装完了。虽然大部分是我的问题啊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 Invoy 的音色吧。
为了给大家更有一个参考价值的评价，接下来我会深度体验 Invoy 1个月，让你仔细感受 Invoy 的手感还有声音，绝对不是为了拖更。那我们快转给1个月后的早安。那么我们来到了1个月后，先说结论。我认为在2023的最佳键盘和 CP 值键盘上 ，Invoy 绝对是榜上有名的。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它脆脆的手感和声音了。先从声音说起 ，Invoy 的特殊结构，再加上无棉和铝锭后，真的是脆到了一个不行。作为一个喜欢踩脆掉的落叶的脆棒爱好者来说，我非常的喜欢。另外 ，Invoy 在声音的均衡性上也是跟鬼一样，同一列上的轴体，声音基本上可以做到完全一模一样，而且几乎没有空腔音。是不把整张脸贴到键盘上都听不到的那种程度。Invoy 的手感同样也是很顶的，各种意义上都很顶。它在正手和软弹之间取得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平衡，可以在获得非常明确的触及回馈的同时，也不会过于梆硬。听起来有点绕口，对吧？简单的说，它在手感上找到了一个很棒的甜蜜点，打造了这把键盘独一无二的手感特色。综合起来 ，Invoy 无论是整体零件的素质，还有良好的组装体验，又或者是特殊结构带来的手感和声音都很高的水准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价格虽然对圈内人来说很实惠，但对一般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点过于奢侈了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再把2023其他几把我认为也很顶的键盘给抓出来介绍，而且价格应该也会更平易近人。另外，我在礼拜日的晚上7点有1/2的几率会更新。我是早安，大家晚安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。